我是一名建教合作毕业的高职生，现在已经成年步入社会工作了。回想到以前在学校所发生的那起灵异事件，至今还是会毛骨悚然。相信大家以前在就学时期，应该也听过很多校园鬼故事或是一些灵异传闻吧，像是学校建在墓地之上，或是某某教师夜晚会怎样之类等等的恐怖故事。以下是我所发生的真实经历跟大家分享。那天是星期五，宿舍的同学都回家了，不想回家的我与其他2位同寝室的男同学都没回去，于是我们相约去 KTV 唱歌。因为宿舍有门禁，所以我们大概9点多左右就回到宿舍了。晚上我们3个男生同学在宿舍聊天打屁，其中一位同学小伟提到一个关于学校后山的校园传说，据说那里有一个非常邪门阴森的墓地，很多毕业的学长姐都去过那里，回来宿舍后都发生过一些恐怖的灵异事件。这届毕业的学姐中就有3位学姐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晚上爬墙偷跑去后山那里，回来后一个接着一个做出一些违反常理的恐怖举动，像中邪似的。最终是一位宿舍管理员好像懂得驱邪，进行了一场驱邪仪式，才把鬼魂镇压了下来。最后还请了救护车将他们送到医院了。后来太多类似的事情发生，宿舍就多了几条规定，像是10点整宿舍全体熄灯就寝，无正当理由不得随意走动，还有宿舍内严禁谈论任何有关于鬼神之说的内容，经举报属实，剔除其住宿资格。说到这时，我好像听到门外走廊有很细微的脚步声，那是一种拖着地板边滑边走的脚步声。我暗示他们先别出声，我轻轻的起身走向门外看去，只有漆黑一片的走廊，什么都没有。他们问我怎么了，我说我以为是舍监，我们现在说的事情要是被舍监知道了，那不就惨了。突然一声巨响，那是很大的关门声，好像被人用力甩门所发出的声响。我们3个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，也许是因为这个时间点的缘故，汗毛不由得竖立了起来。小伟急忙打圆场说，干嘛？那是风吹的啦，一定是某个房间忘记把门关好，被大风吹到关起门了。瞧你们吓成这样，不会漏尿了吧？若无其事的大笑。小伟在说话时可以感觉得到他其实也被吓到了，只是装作一副没什么的样子。另外一位同学小胖面带害怕的神情，左顾右盼地说，我们要不要休息了？现在已经凌晨1点了，这时间点聊这个话题好像不太合适。我们家是开公庙的，以前有听过家里长辈们说过午夜12点是阴气最旺的时候。刚刚你听到的拖鞋声还有刚才的关门声，似乎在提醒我们越界了，该停止了。我跟小伟大笑地看向小胖，只见他手握住家里给的护身符，嘴里不知道在嘀咕些什么，好像是什么咒语之类的，然后生气地说，做人不要太铁齿，有些东西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不管你们了，我先睡了，你们慢慢聊，如果有碰到什么奇怪的事情，千万别叫我。就转头跑去他的床位睡了。这时只剩下我跟小伟。小伟说，那我们还要继续吗？我回他，你想说那就继续吧。我比起小拇指看向小伟，接着说，如果你的胆子就这么丁点大，那我们就休息吧，看你弱不盖示弱的小伟说，很好很好，那我继续说下去了。听说那3位学姐抵达后山时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茂密阴森的树林，可能是靠山的缘故吧，明明是夏天，这里却是格外的冰冷刺骨。前方在块比人还要高的草丛中有一条看起来像是路的小径，顺路的尽头处走去，会看到一座看似荒废已久的墓地。墓地中的墓碑大多数已是残破不堪，碑上刻印的文字早已模糊不清，隐约可以看得出名字、出生日期与往生日期。一位宁学姐说，
两位想来点刺激的吗？两位学姐摇摇头，其中一位方学姐说：“你又有什么鬼点子了？说来听听吧。”宁学姐说：“你们看过一个香港电影吗？”秦学姐颤抖地对宁学姐说：“你说的该不会是那一部吧？”方学姐说：“你们两个在说啥？什么电影？我怎么听不懂？”宁学姐笑声说道：“没错，小青果然还是你最懂我。你猜对了，就是那部电影《超墓碑》。”故事说到这时，忽然一阵大风吹了进来，感觉有些寒冷。因为寝室位于3楼，所以风通常会比较大。我站起身走到窗边，把窗户关了起来。此时小伟说话说到一半，突然一言不发。我转身向他看过去时，他只是惊恐地看向门上的小窗。这里说明一下，宿舍的门有一个小窗，内外都可以互看，方便舍监查房使用。我走到了他的身边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问他：“小伟，你在干嘛？怎么说到一半就停了？”我还想听，继续说啊。这时小伟说：“我刚刚好像看到有人影从小窗外走过去。”我半信半疑的走了过去，慢慢的把门打开，门外一样是漆黑的走廊，什么都没有。我笑说：“小伟，你说故事就说故事，装神弄鬼干嘛？怎样？被自己的故事吓到了吗？”我从门口转身看向小伟说：“差不多就好了。演这出是怎样？是想吓唬谁？”这时的他面无表情，眼神空洞，气氛一下子诡异了起来。我内心开始有一点感到害怕了。我说：“你演得跟真的一样。好了，你赢了，我被你吓到了 OK。”他还一样面无表情，不发一语，坐在床上，四周围的空气好像也变得冰冷了起来。我强装镇定说：“问你话你倒是回一下，不理人是怎样？再不讲话，那我有去睡了，你慢慢表演吧。”小伟突然站起身，一手把我推开，然后很用力的把门甩关了起来，发出了很巨大的声响。我吓得问他：“干嘛？不想说就算了，甩什么门？你是有病吗？舍监上来怎么办？”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角度的关系，此时的他眼睛好像反射出青紫色，那不是一般人该有的瞳孔颜色，浑身散发阴森恐怖的气息。这时他说：“你不是想听吗？那我就说给你听。坐。”不知道怎么了，我吓得说不出话，身体也好像不是自己的，好像被操控似的，不由自主地坐了下来。小伟站在我的面前，继续叙述未说完的故事。宁学姐说：“等等我们分散，抄写墓碑上的姓名、出生日期与死亡日期，输的人要听从赢的人1个月的命令，抄的最多的人就算赢，1个小时后在这集合。”小伟诡异的笑着说：“那时的时间就跟现在一样，是凌晨2点33分，还剩下1小时。”小伟接着说：“学姐他们3人就这样分开，开始抄墓碑的游戏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已经快到了约定要集合的时间。宁学姐觉得她应该是他们3个之中最有胜算的一个，所以她提前回到了集合点。回去的路上，远方已经看到方学姐在那等着，她走过去笑着问方学姐：“小方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该不会是遇到鬼了吧？还是你害怕，所以什么都没敢抄，就回到这里等着我们？”方学姐说：“才刚刚开始没多久，不知道倒了什么霉，不小心踢破了一个坛子，里面流出一堆很臭、很恶心的液体，害我新买的球鞋都弄臭了，没心情了，所以提前回到集合点了。如果输了，都要怪那个破坛子。”时间过得很快，2位学姐看了看手机，已快到达约定集合的时间了，却迟迟不见秦学姐的身影。方学姐紧张地问宁学姐说：“小宁，我们要不要去找小晴？已经快到时间了，她怎么还没有回来？”宁学姐说：“没事啦，小晴应该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，再等等看吧。”随着时间1分1秒的过去了，离约定时间只剩下10分钟，就3点33分了。他们的内心开始焦躁不安了起来，天空忽然飘起了小雨。方学姐说：“等不下去了，要等你自己等，我要去找小晴了。”此时宁学姐也慌了，
就跟着出发，一起寻找秦学姐。他们边走边喊着：小秦，有听见我们的声音吗？你在哪？快出来了，我们要回去了，别躲了。此时雨变得越来越大，风一阵一阵的呼啸而过，周遭的树枝被风吹得摇摆了起来，微弱的月光反射出树枝树叶的影子，模糊的感觉好像一堆人在身边看着他们，就连风的呼啸声在这时听起来都像是一阵又一阵恐怖又诡异的笑声。方学姐害怕的哭着说：都是你，玩什么破游戏，现在怎么办？宁学姐生气的说：哭什么啦，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，快点找。此时的他们已经不知道脸上挂着的是雨水还是泪水了，现在的他们带着极度恐惧与慌乱的状态，在雨中跟墓碑中到处胡乱穿梭跟呼喊着，希望能赶快找到小晴，逃离这个恐怖的地方。隔一天下午，我在宿舍中醒来，舍监就坐在身旁。舍监说：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，或是感觉到有什么异常？此时的我只感觉到额头很痛，我摸了摸额头，好像包裹住纱布。我坐起身左看右看，紧张地问舍监：我是怎么回到宿舍的？小晴呢？小晴在哪？她有回来了吗？舍监一脸疑惑地说：你在说什么？谁是小晴？我害怕地说：昨天深夜，我跟小芳还有小晴偷偷爬墙跑去后山探险，等等一切发生的经过说给舍监听。舍监突然脸色大变说：后山是禁地，你不可能不知道吧？怎么每一届都有几个不怕死的家伙，就是讲不听非要跑去那里，幸好事情已经解决了，不然你们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原因。这时舍监给了我一碗水说：来，把这个喝下去。我看一下，这碗里的水脏脏的，还漂浮着黄色小碎片，感觉是被火烧过的纸张灰烬掺到水里。我看向舍监说：这水这样能喝吗？舍监生气地说：叫你喝你就喝，哪来那么多问题，不想活了你就别喝下去。害怕的我只能乖乖的勉强喝了下去，突然感觉到我的头好像快要炸开了，我闭上双眼，无数的画面从我脑海一闪而过。当我睁开眼睛时，舍监看了看我，在我眼前不知在比划什么，嘴里振振有词，感觉好像什么咒语之类的。舍监严肃地看着我说：来，现在告诉我你是谁，几岁，住哪里，家里几个人。我傻眼地说：舍监，你当我傻了吗？这什么鸟问题？干嘛？警察查户口吗？这时舍监大喊：要你说你就说，哪来那么多废话啊？我被他的语气吓到了，于是我认真详细的回答了他刚才所问的问题。舍监严肃的看着我，上下打量后说：你现在没事了，等等，行李准备一下，今晚你跟我一起住舍监室，一直到明天开学。我说：我为什么要跟你去舍监室住啊？寝室可以睡啊，况且还有小伟跟小胖还在等着呢。我强硬的拒绝舍监，心想现在是怎样了？你又不是我的谁？家里住海边吗？管那么多。这时舍监摇摇头叹气的说：走，跟我到舍监室，我有东西要给你看。我好奇的跟了过去，在下楼时，我的脑海浮现了很多错综复杂的画面跟疑惑，一下子在寝室跟小伟聊校园鬼故事，一下子又浮现了学姐他们的画面，还有我不是在听故事吗？那又是怎么睡着的？而我头上的伤又是怎么来的？太多太多的疑问，根本连接不起来，越想头越痛。到了舍监室之后，我看到小伟小胖竟然都在这里。我说：你们两个啊，真不够朋友，跑出去自己爽，也不找我一起。不过说真的，你们两个怎么都在这啊？他们两个很奇怪，只是站在原地惊恐地看着我。小胖看着舍监说：叔叔，我同学他没事了吧？舍监说：你们俩放心，他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，过了今晚应该就没事了。我惊讶地说：小胖，舍监是你叔叔？小胖说：对啊，不过我不想让其他人知道，所以一直都没说。我说：小伟，你呢？不会早就知道了吧？
小伟说，我也是昨天晚上才知道的。不说这个了，你现在还好吗？我说，很好啊，只是头有点痛。我的头怎么弄到的？昨天不是在说校园故事吗？我是怎么睡着的？小伟说，你真的对昨晚的事情完全没印象吗？我疑惑地看着他们说，你们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完全听不懂？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神神秘秘的，是在演哪一出的？我心想，搞什么鬼啊？我昨天是怎么了吗？从舍监到他们两个对我说话的语气跟反应加上态度，总觉得哪里怪怪的。这时小胖说，叔叔还是你来解释吧。舍监摇摇头叹气说，你呀，昨天要不是他们两个及时打电话给我，不就刚好我也在宿舍，接到电话后我急忙跑上楼救你，不然你可能连站在这里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。算了，现在不说这个了，我知道你有很多的疑惑，你先看几段影像，边看我边解释给你听吧。舍监边放影像边对着我说，这是昨天凌晨小伟被你吓到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他叫醒小胖，小胖录下来的，来，你仔细看看。我看到我嗤笑的站起身往门口走去，打开门后回头对着他们阴森的笑着，突然拔腿狂奔跑向电梯，一直用头撞向电梯的门。小伟试图拉着我叫醒我，我转头只是看了小伟一眼，他就像是被什么东西撞到了一样弹飞了出去。画面变得一片漆黑，只听到小伟说，快来帮忙啊。小胖说，你先想办法抓住他，我打电话给我叔叔，影片就断了。我疑惑地看着小伟跟小胖说，别闹了，这影片合成的还真不错，可以出师了，搞得跟真的一样。他们两个默不作声，只是直直地看着我。我难以置信地说，这不会是真的吧？所以我头上的伤是我自己撞出来的吗？他们很有默契地点点头。小伟说，昨天我故事说到一半，好像看到一个人影从窗外经过，我有跟你说，你也刚好关完窗户走了过来，就打开门去查看了一下，回来后就开始呆呆的看着门口傻笑，也不知道你在笑什么。我问你有看到谁在外面吗？问了你也不回，只是傻傻的笑着。我心想，是我讲的很好笑吗？这时你笑着嘴里发出一个好像不属于你的声音，恐怖的瞪着我说了一句，继续讲，不要停。于是我就继续把故事说下去了，但是越讲你笑得越来越大声，笑声也越来越令人头皮发麻。这时舍监说，来你看，这是另外一段影像。我站在窗户的边缘，一阵又一阵的风吹动着窗外的树枝，风大到好像可以把人吹走一样。我双手没有支撑任何东西，身体左右摆动着，还带着阴森恐怖的笑声，随时会掉下去的感觉。小胖双手抱住我的双脚，大喊着对我说，你快醒来啊。小伟双手抓紧我的衣服说，小胖，你叔叔是要来了没啊？小胖说，快到了了，你抓紧，千万别松手。这时影像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，越来越近。突然一个声音喊道，你们两个抓紧了，千万别松手。这个声音慢慢的入了镜头，原来是舍监，他嘴里念着咒语，手指在对我比划着，脚用力的往地板下一蹬，同时喊了一声退。我的笑声突然停止了下来，身体一软，舍监连忙抓住我，把我抱了下来放在床上。小胖往镜头走了过来，拿起手机，把手机录影关了。舍监说，你们看一下第二个影像的时间。我们三个看了一下，是3点33分。我问舍监，这时间怎么了吗？有什么奇怪的？小伟说，3点33分不就是那段故事里游戏的结束时间吗？舍监面带严肃地说，这游戏结束的时间就是给你们这样的笨蛋准备被抓交替的结束时间。看完这些影像后，所有的疑问通通有了答案。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只觉得鼻子很酸很酸，害怕的眼泪在眼眶打转。这时
舍监给了我跟小伟2个护身符，要我们佩戴在身上，千万不要拿下来，并叮嘱我们一些该注意的事情。随后他拿出3个表单，要我们3个填写退宿申请表。我们3个心里有数，只能乖乖的填写了。退宿的理由都是填写不适应住宿生活等等之类的理由。时隔多年，我们3个成为了知心朋友，相聚时回想起来那段高中的记忆，还是会恐惧，会害怕。以前很喜欢听别人说关于遇到鬼的经历或是故事，都只觉得太假了，一点都不恐怖，甚至于觉得好笑。但是现在发生在自己身上，我终于了解到那些真是碰到这些灵异事件的当事人是怎样的心情。